公元194年，曹操率軍攻打徐州，曹軍一路屠城，殺男女數十萬人。徐州赤地千里，屍體堆積泗水，為之不流。爹娘！我穿越到了汉末的徐州，我的家人都死在了曹军手中。曹賊，此仇不報，我廖晨誓不为人。我自幼神读三国，对这段歷史了如指掌。利用這等優勢，我定能為家人，為被屠戮的徐州樹上鄉親報仇雪恨。喂，這裡還有個活着的！嘿嘿，遇到軍爺，算這小子倒霉。難道我就要死在這裡嗎？我不甘心。敢問可是玄德公之弟？關羽關雲長當面。你是何人？竟知關某姓名？吾久聞玄德公仁義著於四海，且其兩位結義兄弟皆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將軍赤面美須髯，相貌堂堂，和玄德公二弟關將軍相符，必是玄德公大義，特來援救徐州。關某本以為這不過是尋常難民，順手救下，不想此人竟有如此見識，莫非其身份不凡？不錯，某便是關羽關雲長。我若想為家人報血仇，當今之計唯有投靠一方諸侯，而今劉備近在咫尺，是我復仇的最佳選擇。既然如此，關將軍可否帶我去拜見玄德公？我有破曹之計相告。曹軍勢大，不可力敵。依我之見，所有士卒必須立刻撤入郯城之勢之中避戰，方能保全實力。曹將軍，若大軍全數躲避在城中，便徹底失去了先機。屆時我軍猶如困獸，城破只是時間問題啊！留在城外更是死路一條。就憑我們現在的兵力，遲早會全軍覆沒。玄德公不必再爭了，曹將軍所言也有道理，傳令全軍撤入。何須避戰？在我看來，曹賊呼象不過是土雞瓦腦罷了。覆手之間，便可令其灰飛煙滅。我要為家人，為徐州父老鄉親報仇，更要讓這天下太平。僅憑我一人之力，終究力有為萬。輔佐劉備匡扶漢室，無疑是最佳選擇。能否成為諸葛亮那樣被倚重的謀臣，就要看我接下來的表現了。你是何方校少，竟敢在此口出狂言！長臂闊耳，面如冠玉，此人想必就是劉備。我一介無名之輩，若要受人重視，必須先聲奪人，震懾住營中諸將。我本欲獻上破曹之計，報曹操血洗徐州之仇，不料這帳中諸位竟是無膽鼠輩，聞曹則膽寒退縮，真是令人大失所望。今天求到廖晨放肆！黄口小兒，軍政大事豈容你在此開口？來人，
把他给我插出去，砍了！且慢！陶公，此人既然敢口出狂言，定是有不凡之才，不妨先听他破曹之计，若言之无物，再问罪也不迟啊。果然，我正是知道刘备在此必然不会袖手旁观，否则若是直接被砍了，那岂不冤枉？若是你说不出个自丑寅卯，那就把你砍了祭旗。那就把你砍了祭旗。我之计策，便是放出谣言，称兖州世家欲要反叛，曹军听闻后院起火，必然军心大亂，被迫退军。届時，我等派大军乘胜追擊，定能大破曹賊。哼，荒謬！我还道你有什麼妙計，呵呵，原來不過如此。曹操治軍嚴明，區區一道謠言就想要破他10萬虎狼之師，簡直是天方夜譚！來人啊，把這個譁眾取屈的大膽狂徒給我拖出去，砍了！陶公、曹將軍，且慢動手。此人獻計也是為了破曹解圍，縱然計不能用，但其忠勇可嘉，又何必傷人性命？真是夏蟲不可語冰。曹豹，我這計策的玄妙之處，你一介莽夫又豈能領會？你找死！曹賊佔據兖州以來，只重用手下曹洪、荀彧、夏惠敦等人打壓兖州本地士人，兖州名士早就對曹賊多有不服。平日裡曹賊手握大軍坐鎮，自然不懼，但如今他率大軍在外，必會擔憂後方起火。況且，曹軍諸多將士的家小皆留在兖州，一旦聽聞兖州生變，軍心動搖，曹軍焉能不亂？我這可不是憑空猜測，按照歷史軌跡，曹操攻打徐州時期，兖州的確發生了叛亂，陳宮夥同世家大族迎接呂布入主兖州，曹操險些徹底一蹶不振。算算時間，兖州之變，曹操退軍，也就是這幾天的事了。此計必成。不過是放出流言，無需耗費兵馬糧草，此計的確可以一試。哼，說得倒輕巧，若是你這計策不成，又當如何？若計不成，請斬我頭！若計不成，請斬我頭！既然你把話說到這個份上，到時候我砍你項上人頭的時候，你可別再讓別人為你求情。哼！按照歷史發展，未來陶謙會將徐州托付給劉備，但好景不長，正是這曹豹裡應外合，聯合呂布奪取了徐州。既然如此，便依先生計策行事。主公，大事不好了！呂布內司佔領了兖州。什麼？呂布不過是一介匹夫，借他10個膽子，他如何敢奪我的兖州？主公息怒，是陳宮聯合了兖州士人暗中叛亂，直接打開城門迎呂布入主，尊其為兖州牧了。原來是公台啊，這就不奇怪了。傳我軍令，立即封鎖消息，以免軍心大眾。大軍立刻拔營，準備班師返回兖州平叛。主公，晚了，兖州之變的消息在軍中已經傳遍了。你說什麼？兖州丟了，我們在這徐州打生打死，連個退路都沒了。我們該回哪裡呀？我們的父母妻兒全都在兖州啊！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兖州。曹軍如今必然軍心大亂，若是在今夜襲營，定能一擊制勝。先生神機妙算，真乃大才也。夜晚天氣陽寒，先生千萬小心受了風寒。哎呀，施主，這可如何使得？
先生乃徐州10萬百姓的救命恩人，区区一件锦袍算得了什么？后世有人認為他是假仁假義，可若是能將這假仁假義裝上一輩子，那便是徹頭徹尾的真君子。許多人崇拜曹操，認為他是亂世梟雄，可我曾面臨曹軍兵鋒，自然知道劉備這般坤厚仁義的主公，在這人命如草芥的亂世是何等難得。只是正如孔明3顧茅廬才出山，我若要投奉輔佐他，也需稍作矜持，這樣日後我的計策才能更受重視。聽說了嗎？兗州被呂布奪了，我老婆孩子還在兗州城裡呢，這仗沒法打了。不如咱們今晚趁黑開溜，回兗州去吧。再有亂軍心者，死！主公饒命！主公饒命啊！傳我軍令，全軍立刻假意生火造飯，做出繼續和徐州軍死戰僵持的姿態，實則趁夜拔營，火速撤軍回兗州平叛。不好了，徐州軍殺過來了！陶鑑那老東西，竟敢襲我大營！燕人張翼德在此，曹賊受死！众将士，随我杀！曹操，這不過是個開始。圖徐州之仇，我要你100倍償還。報！昨夜劫營大獲全勝，斬敵數萬，繳獲糧草輜重堆積如山。這廖先生還真有大本事，竟讓曹軍一觸即潰。郝施主，曹操後方生變，又經此大敗，必然退軍，此乃天賜良機，應趁勝追擊，永絕後患。被附議，正當一鼓作氣，擊潰曹賊。曹軍雖敗，但主力尚存，正所謂困獸猶鬥。若去追擊，逼急了他們，我徐州必定損失慘重。曹將軍言之有理，況且曹操與冀州袁紹交好，若是真把他逼入死地，恐會惹來大禍。唉，若是有人想要追擊，可自行出兵，老朽就不摻和了。庶子不足與謀！先生留步！先生請留步！备雖兵微將寡，願聽從先生之言，發兵追擊曹軍。主公，咱們撤得這般倉促，若是那陶面趁機派人追殺過來，該如何是好啊？陶妙，一介老匹夫罷了，他哪裡有膽魄來劫殺我？哈哈哈哈！曹賊閹制之後，哪裡走？擋不住了，快跑啊！臨陣脫逃者死！給我頂住！誰敢退一步，殺無赦！天王爺，父親快走！不，昂兒，我們父子一起走。父親要為天下壯下不世之功事業，切不可折於此處。孩兒無法再為您盡孝了。昂兒，誰敢動我父親，拿命來！
杀子之仇，不共戴天！报！徐州急报！曹操大敗，被一路追杀，狼狽逃窜，连嫡长子曹昂都死于乱軍之中。什麼？曹阿芒竟敗得如此死慘！刘玄德竟有如此實力，很好。廖先生神机妙算，解徐州倒权之危，不知先生接下来有何打算？徐州之難既解，曹軍已退，在下正欲尋一明主投效，今日赴宴，正是來向玄德公辭行的。我且假意要離去，看他反應不應。先生這就要走？廖先生這等曠世奇才，若能留在我身邊，該有多好！可恨我劉備如今寄人籬下，身無郡功，如何讓這等大才甘願投效？不知先生可願意？什麼？沒什麼。先生既然去意已決，備不敢強留，但求先生讓備送您一程。玄德留步吧，就送到這裡。先生今日一別，何時才能再相見？請讓備再多送先生一程。樹，這樹擋住我看先生了！來人，給我把這片樹林全砍了！莫要阻擋我送別先生的目光！玄德，玄德呀！先生，難道您不準備走了？非也，我此次回來是有一言相告，先前忘記。還請先生直言。先生，難道您不準備走了？玄德公誤會了，在下折返只是有一件大事，不得不提醒玄德公。先生請講，備洗耳恭聽。不出數日，陶倩必將徐州托付給玄德公。這怎麼可能？陶公尚有二子，沛不過是客將，怎可宣報奪主？是啊，先生，這等狂語若是傳出去，恐引來非議。陶公二子皆平庸之輩，在這亂世之中，如何守得住四戰之地的徐州？陶公為了保全家族，唯有將徐州托付到素有仁義之名的玄德公。玄德公若領徐州牧，內有丹陽兵挺帥曹范不服，泰山賊臧霸割據一方，徐州世家暗流湧動，外有袁術、曹操、呂布等猛虎惡狼虎視眈眈。先生高見。若真如先生所言，備該如何自處？若要施行仁義，站穩徐州，玄德須尋訪曠世賢才，輔佐左右。備定謹記先生教誨，廣尋大才。言盡於此，玄德公，後會有期。玄德公，快隨我回城！子重，發生何事？陶施主病危，咳血不止，他強撐一口氣，急召您回府議事，說要將徐州大印親手托付給您。什麼？竟然全被先生說中了，神機妙算，真乃神人也！恭喜玄德公，喜得一州之地，成就霸業根基，在下就此別過。先生留步！主公，您莫非忘了先生囑託？囑託？尋訪賢才，如今曠世大才就在眼前，主公您還在等什麼？當今漢室傾隋，天下大亂，蒼生倒選，備不自量力，欲伸張仁義於天下，懇請先生助我一臂之力。拜見主公，臣
臣雖不才，願恕解弩度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北德先生如鱼得水也。恭喜主公执掌徐州。备能有今日，全赖诸位鼎力相助。今日备当論功行賞。廖臣，拜廖臣為徐州軍事從事，總領軍機。凡徐州大軍征伐糧草調配，皆由先生節制。先生實至名歸，恭喜先生！一個不知哪裡冒出來的毛頭小子，竟敢爬到我曹波頭上！軍事從事乃謀臣之首，有我廖臣在，絕不會讓劉備像原本的歷史那樣失去徐州這塊根據地。平白蹉跎10數年，錯過爭霸天下的最佳發展時機。報！講！禀主公，曹操大破呂布。吕布现正率領残餘的秉州狼騎朝我們徐州而來。什麼？呂布？剛退了曹操那頭猛虎，又來個呂布這頭惡狼，這徐州危矣！呂布，你終於來了，有我在，你休想奪走徐州。先是曹操，又是呂布，我徐州百姓何辜，竟要連遭兵禍？呂布乃虎狼之徒，連曹操都頭疼。我徐州先前抵禦曹操已經耗盡元氣，如何能夠和呂布抗衡？哼，插標賣首之輩，何道宰？大哥，關某願領5000精教出城迎敵。二哥歇着，俺老張的丈八蛇毛走飢渴難耐了，這就去捅他1萬個透明窟窿。二弟三弟，不可輕敵。呂布驍勇，若是硬拼，必兩敗俱傷。先生如此鎮定，莫非已有退敵良策？主公勿憂，呂布此番前來，非為攻城，乃是歸附。歸附？這怎麼可能？他在定陶大敗，兗州被曹阿慢奪回。如今不過是只走投無路的喪家之軀，天下諸侯皆忌憚其反覆無常，他也唯有寄希望於主公繼續踐行仁義之名，能夠收留他了。廖晨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這就是你說的歸附。倘若是來歸附，為何不解甲散陣，反而在我武陽衛殺聲震天？你這分明是妖言惑眾，想害死我們徐州滿城百姓。先生，曹將軍所言亦有幾分道理。呂布大軍殺氣騰騰，排兵布陣皆是決戰之態，先生何以如此篤定他不是來攻城？主公且細看，那敵軍大營之中，可有雲梯，可有衝車，可有投石機？沒有，確實沒有。呂布雖有，但這徐州城池堅固，他一路潰敗逃竄至此，輜重盡失，單憑一群秉州輕騎兵，拿頭來撞這城牆嗎？他擺出這架勢，不過是虛張聲勢，只是想在主公面前抬高身價，好把自己賣個好價錢罷了。原來如此，若非先生點醒，被險些被其表象蒙蔽。先生洞察秋毫，備受教了。荒謬！這分明是你的一面之詞。若是呂布突然攻城，你擔當得起？城上可是劉徐州，我家主公溫侯呂布，仰慕劉使君仁義之名，特遣小人前來，願率眾歸附，共抗曹賊。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先生真乃神人也。關某徹底服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嘿，還真讓先生說準了，這呂布真是來認大哥的。先生神機妙算，兵不血刃，退去大敵，我徐州有救了。該死的廖晨，
竟又讓他算中了。有此妖日在刘備身邊，我曹豹在徐州遲早再無立足之地，此人斷不可留。大哥，那吕布乃是出了名的三姓家奴，狼子野心，讓他进徐州，分明就是引狼入室。俺老张第一个不答应。三弟所言极是，吕布此人见利忘义，先杀丁原后反董卓，毫无信义可言。若收留此等豺狼，徐州必然后患无窮。两位将军此言差矣。吕布虽有些非议，但他誅杀国賊董卓，乃是拯救大汉的有功之臣。如今徐州百废待兴，外有曹操虎视眈眈，吕布若是归附，恰好可以作为守卫徐州的强大力量。主公向来以仁义立足天下，若将这走投无路的功臣拒之门外，岂不让天下英雄寒心？这曹豹果真是心懷鬼胎，面儿上說的冠冕堂皇，心裡恐怕早就盤算着借他人之手來制衡主公了。呂布的秉性確實令人擔憂，不過他的大軍就在城下，我們若是強硬拒絕，逼得他狗急跳牆，怒而攻城，也是件禍事啊。先生，事關徐州存亡，諸公皆在機變，先生為何一言不發？主公，諸位將軍與大人所言皆有其理，此事關乎徐州未來，終究還是要由主公您前剛獨斷。軍師，俺還以為你要勸大哥把那三姓家奴趕走呢，你怎麼？我接納呂布以制衡劉備之計，這廖晨恐怕根本沒有想到，什麼軍師，看來終究不過是個毛頭小子。既然如此，備決意以仁義待天下，絕不懼英雄於門外。傳令，隨我出城迎接奉先將軍。軍師啊，你平日裡算無一策，今日怎麼糊塗了？那呂布分明就是條毒蛇，你為何不勸阻大哥？先生此舉必有深意，只是關某實在想不通，劉慈等忘恩負義之徒究竟有何好處？兩位將軍稍安勿躁，呂布入徐州，表面看是引狼入室的禍事，但這禍事未必不能變成一樁天大的好事。哎呀，我的好軍師，都火燒眉毛了，您就別賣關子了，究竟是個啥意思？呂布固然狼子野心，不甘居於人下，但他麾下的秉州狼騎悍勇無比，乃是天下少有的精銳。他麾下的張遼、高順等人，皆是世間難求的無雙良將。呂布啊，呂布，你圖謀的是徐州這塊地盤，但我圖謀的是你麾下的人。等你入局，這并州狼騎與無雙猛將就都得改姓劉了。呂將軍遠道而來，備特設此宴，為您接風洗塵。玄德公客氣了，多謝玄德公開城收留，公之仁義，不記下了。將軍言重了，昔日虎牢關前，將軍神勇，備至今記憶猶新啊。況且將軍手刃奸賊董卓，乃是社稷的有功之臣。備一直仰慕將軍威名，今日得見，理應用對待兄長的方式禮遇將軍。好，既然賢弟如此盛情，那為兄就卻之不恭了。來，賢弟，為兄敬你一杯。奉先啊，你怎能如此托大？這什麼？這是呀！劉大耳引狼入室，我看你即將大禍臨頭了。曹豹，
我之所以放任主公接纳吕布，还有个原因，就是给像你这样的心怀不轨之徒机会，让你自己跳出来，名正言顺地除掉你。吕布这般骄狂，实在出乎我意。阿哥，那三姓家奴太嚣张了，竟敢舔着脸自称兄长！俺老张在席上就该一毛给他捅几个透明窟窿！大哥，吕布狼子野心，今日台间姿态，视我等如无物，留之实乃大患。二弟三弟休要莽撞，徐州初定，外敌环伺。若此时发作，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我没有容人之量？廖先生，俺大哥都烦恼成这样了，你不想个法子，怎么反倒在旁边幸灾乐祸呢？云长将軍，你平日裡最喜讀《春秋》，可還記得鄭編刻斷於壁的典故？鄭莊公故意縱容其弟共叔莫，使其驕縱跋扈，待其謀反時，再名正言順出兵討伐。先生的意思是，欲使其滅亡，必先使其瘋狂。如此謀劃他人性命，封着心裡實在有着負擔啊！主公，倘若那呂布感念主公恩庭，安分守子，那自然相安無事。但若是他本性難言，真做了忘恩負義之事，那殺之也是咎由自取。更何況，正巧借着這個機會，讓徐州內部那些不安分之人跟着呂布一起跳出來，唯有將他們揪出來一併除掉，才能讓徐州真正變成鐵板一塊。溫侯，小沛乃徐州門戶，咽喉要地。若能得小沛駐軍，那將軍從此也不用看人臉色了。曹將軍慎言，玄德公好心收留於我，不若再索取城池，豈不成了忘恩負義之人？溫侯，您威震海宇，除了您，誰還能安定徐州呢？請溫侯為了大義，為了徐州生民，捨棄些許私名吧。看來這徐州內部也是一盤散沙。曹豹身為徐州舊將，對劉備是100個不服。他劉備不過是運氣好，得了陶縣的囑託。論兵馬武藝，我哪一點不如他？怎麼就沒人把益州之地讓給我呢？鳳仙啊，鳳仙，你當真是毫無自知之明啊！玄德公，不在此白吃白住，實感不安。小沛乃軍事重鎮，不願領秉州兒郎前往駐守，替徐州分憂。我好心收留呂布，這呂布竟然如此驕狂，還向我討要小沛這等重鎮，我且拒絕他。鳳仙將軍美意，備心領了。只是小沛乃四戰之地，多面臨敵，太過兇險，備怎忍心將將軍置於險地，萬萬不可。玄德公，莫非是覺得不護不住這區區小沛？哼，也罷，不邀諸位外出圍獵，特邀玄德公與徐州百官同去，屆時也讓諸位徐州文武好好見識見識我呂布的實力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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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二哥好劍法！
文侯神勇，天下无敌。玄德公，不与手下儿郎武艺如何？小沛交由部来驻防，可保徐州万无一失。奉先勇武，备心生敬佩。只是小沛干系重大，容备再做思量。玄德公既然难以决断，不如听凭天意。来人，将此戟插在150步处。不若一箭射中化戟小枝，便是上天允我驻守小沛；若射不中，不即刻罢休。竟然真中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主公，顺水推舟，答应他。刘备啊，刘备，外有曹操、袁术等强敌，内有吕布这匹夫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军师，此贼狂悖无礼，已是大患。云长勿躁，天欲其亡，必令其狂。时机已至，吕布将死矣。使君仁德，多谢使君活我满城百姓。将军们辛苦了，徐州安危全仰仗诸位将軍了。我半生戎馬，所到之處見慣了百姓的驚恐畏懼與痛哭怨恨，今日竟還是頭一遭被人如此敬重。溫侯，劉備先前在獵場上被您的勇武壓得抬不起頭，他這是想借人心討回一城啊！虛偽至極，這等只顧假仁假義的做派，算什麼英雄豪傑？哼！在這亂世，唯有我手中的畫戟才是王道。劉備小兒毫無英雄氣概。主公今日對呂布已是仁至義盡，即便呂布虎狼之心已是昭然若揭，您還是想教他，亂世之中不能只是匹夫之勇，更需人心。備只盼奉先能明白其中深意，安分守己。只可惜，主公這番苦心，他注定是要徹底辜負了。啊！啟禀主公，袁術大起兵馬，正浩浩蕩蕩朝徐州殺來。袁術大軍竟挑在此時來犯！主公，倘若呂布那廝真有反噬之一心，這便是他苦苦等待的機會了。袁術大軍壓境，備當親自率軍迎敵，留守之事全仰仗諸位了。三弟，軍師，下邳絕不可有失。大哥放心，有俺張翼德在，誰敢來犯，還讓他有來無回。主公只管安心破敵，城中一切，臣自有計較。溫侯、曹將軍，下圖周標防衛，還望二位鼎力相助。使君哪裡話？你我同氣連枝，不必保徐州萬無一失，使君大可放心。末將誓死守衛，定不負使君重託。好一出逢場作戲，且看你們這群魑魅魍魎何時現出原形。公台，真是天賜良機呀！溫侯，遲則生變，我們需即刻動兵。您親率并州狼騎從小沛出擊，直搗下邳。曹豹那邊如何？曹豹已經約定和我們裡應外合，打開城門助我們奪下城池。張飛雖勇，卻是個沒腦子的莽夫。那個廖晨也不過是個酸腐文人，何所道然？傳我將令，全軍集結，踏平下邳。軍師，呂布那三姓家奴必有異動，俺們到底該咋辦？總不能乾等着他打過來。翼德稍安勿躁，我早有安排，你且附耳過來。
哈哈哈哈哈！妙啊！就按军师说的办，俺今晚非剥了那帮杂碎的皮不可。今夜一过，徐州就是温头与我的天下。刘备，你就等着在外面哭吧。将军，张飞设宴邀请徐州众文武今夜过府饮酒，说是要带刘使君犒劳大家。设宴，偏偏选在今夜，若是我不去，只怕立刻会引他疑心，反倒坏了大事。哼，去，告诉来人，本将定准时赴宴。是。我倒要看看这环眼贼能耍出什么花样。曹将軍，大哥臨走前交代，讓俺好好招待你們。來，乾了這碗。三將軍，末將實在不勝酒力，這碗酒下肚，怕是要出醜，還望將軍海鹽。怎麼？俺老張敬的酒你不喝，是不給俺面子，還是心裡有鬼？三將軍誤會了。末將怎敢？來人！啊，這是為何？張翼德，我曹豹隨陶始祖征戰多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你無憑無據，憑什麼抓我？難道這就是劉玄德的仁義嗎？奪得徐州之後，便遣除異己，殘害忠良。曹將軍可是徐州老臣，怎麼說抓就抓？袁術還在虎視眈眈，大敵當前，若是內部生變，徐州豈不是完了？曹將軍，你要的憑據在此，你且看看，這些是不是你的親筆？你前腳剛出府門，我便派人徹底搜查了你的齋邸，你與呂布暗中勾結，密謀奪取下邳的往來生進，如今全在此處。你竟敢搜我的家！證據確鑿，你還有什麼話可說？軍師饒命，三將軍饒命，是我鬼迷心竅，都是陳宮和呂布蠱惑我的，求你們看在陶始祖的份上，留我一條狗命吧！報，啟稟三將軍，城外10里發現大批兵馬，打着秉州狼旗的旗號。呂布大軍已逼近下邳城下。好個三姓家奴，來得倒挺快！來人，把這賣主求榮的狗賊押入死牢，嚴加看管。等拿下呂布那三姓家奴，再一併處置。這許當是曹豹為首的丹陽派的2號人物，曹豹作亂，他必定也有參與。三將軍，末將冤枉。末將是曹豹威逼，迫不得已啊！哈哈哈哈！你們這是做什麼？徐將軍乃是我徐州忠勇之將，怎能讓他受此等委屈？三將軍，您這是？徐將軍，陶公在世時便頗為器重你，說你和那些丹陽精兵個個有情有義。只可惜你們被曹豹那逆賊裹挾作亂，受委屈了。是，臣從事明諫，就是這樣。末將對劉使君忠心耿耿，從未想和曹豹同流合污。如今曹豹已被拿下，將軍若想徹底洗刷嫌疑，眼下正好有個將功折罪的立功機會，不知道徐將軍願不願意接受？末將萬死不辭，全憑臣從事吩咐。许丹，城內情況如何？溫侯，天賜良機，那張飛今夜在府衙大擺酒宴，此刻已經喝得爛醉如泥，人事不省了。曹將軍已控制了南門守衛，特命末將前來，請溫侯火速入城接管下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土豬賣酒的莽夫也配佔據這等雄城？
活該我呂奉賢成就霸業！全軍听令，随本侯踏平下邳，生擒张飞！慢，不对劲儿！曹豹的人在哪兒？退，快退！中计了！三姓家奴，你张爷爷在此等候多时了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！放肆！放开我！这是誤会，全都是誤会！翼德兄弟，本侯听聞城內有賊兵作亂，唯恐你寡不敵眾，特率郎騎星夜趕來協助守城啊！我是一片赤誠。協助守城？你當俺老張是3歲小兒？奉先將軍，別演了。曹豹此刻就在大牢裡歇息，他把你們如何裡應外合的謀劃，可是交代的一字不漏。張將軍，我願降，只要你留我一條狗命，我呂奉成願拜你為義父。呸！三姓家奴，你也配叫俺義父？俺嫌惡心。來人，把這反覆無常的匹夫押入死牢，待我大哥凱旋，再親斬此賊狗頭。軍師，呂布已擒，小沛還有他的殘部，俺這就率軍出城，將他們全解決了。張遼、高順皆是當世罕見的驍勇統帥，那秉州郎騎更是橫行天下的精銳。這等神將天兵，留給呂布這種小人，實在是太暴殄天物了。軍師的意思是全盤收服，好，俺這就去會會他們。軍師，溫侯在下邳城下攻城遇阻，被敵軍死死咬住，急需支援啊！什麼？高順，立刻點齊兵馬，隨我火速馳援。諾。文遠，小沛乃我軍根基，絕不容有失，你務必死守城池，等我們凱旋。軍師放心，遼在誠在。這陳宮中軍師之計了。不好，有埋伏，我們中計了！哈哈哈哈！陳公老二，俺老張在此恭候多時了，拿命來！軍師快走！陷陣之志，有死無生，隨我殺！哎，終於回來了，文月。快開城門！這怎麼可能？公台先生，別來無恙。廖晨，你這卑鄙小人！軍師，我們被算計了。陳公，呂布已被生擒，張遼亦成階下囚。如今你們已成喪家之犬，還不速速投降？吕布那頭梟虎，竟真的覆滅了。張將軍與廖從事，竟有如此雷霆手段，徐州之大患除矣。敗軍之將，無話可說。
张飛要殺便殺，休要辱我。文遠是義士，是誰把他綁得這麼緊的？你這是何意？文遠吶，你姓張，俺也姓張，我們是本家。你莫非是想招降我？文遠，吕布有勇无谋，薄情寡義，你跟着他實屬明珠暗投。如今他大勢已去，你一身本事，何不隨俺大哥匡扶汉室？降可以，但某有個條件，必須善待溫頭家眷，否則某寧死不屈。沒問題，俺老張答應你。嘿，你好不知歹！俺好言相勸，你竟敢給俺裝聾作啞！既然高將軍不願降，強求無謂，不如這樣，就讓他且去照顧呂布的家眷，如何？來日方長嘛。哼！既然軍師求情，俺就不理會這倔驢了。來人，帶下去！主公，下邳急報！主公，信上究竟寫了什麼？莫非下邳出了變故？驚天大喜！呂布那賊子已被解決，張遼將軍與數千并州狼騎已盡數歸降。這廖從事與三將軍竟立下如此不世奇功。大哥，呂布乃豺狼之姓，丁原、董卓皆是前車之鑑。此次既已成秦，萬萬不可再存婦人之仁，留此禍患。呂奉先驍勇，天下無雙。若能為我所用，何愁漢室不興？可惜了。忘恩負義、反覆無常之輩，絕不能留。文遠將軍，備得將軍如猛虎添翼。敗軍之將張遼，拜見主公。主公，臣幸不辱命。军師，雖解了後方之危，但袁術10萬大軍死死圍城，敵眾我寡，如之奈何？關將軍莫憂，袁術兵馬雖多，不過是土雞瓦狗。臣已有一計，定叫他10萬大軍灰飛煙滅。備就知道軍師定有妙算，即將安出，備洗耳恭聽。主公，下邳之變，呂布被擒，此事袁術恐怕還不知道，這便是大破袁術的機會。廢物，全都是廢物！我10萬大軍，竟連個小小的廣陵都拿不下。劉備算個什麼東西？一個知悉販履之徒也配佔據徐州？啟稟主公，營外有一將求見，自稱是溫侯呂布麾下張遼。呂布的人，他來做什麼？哈哈哈哈！我明白了，定是呂布那廝也想分一杯羹。快把人請進來！張遼帶我家溫侯見過袁公。文遠免禮，呂鳳強派你來，有何圖謀？我家溫侯願與袁公聯手，擊破劉備，瓜分徐州。哦，他打算怎麼做？劉備防備全在正面，今夜我家溫頭將率旌旗從後方突襲劉備，屆時廣陵必定軍心大亂，首尾不能相顧。好計策！你回去告訴奉賢，我答應。袁術老賊果然中計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劉備小兒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！傳我軍令，等軍備戰，待到劉備軍心大亂，就伺機衝殺。主公，軍師，袁術老賊果然中計了。待到袁軍以為尋到得勝之機，傾巢而出，他以為我等被呂布偷襲大亂，實際上我們以逸待勞，趁機反攻，袁術必敗。啟稟主公，前方探明，
刘備軍後方火光衝天，陣型大亂，正在倉皇撤軍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定是呂奉興得手了。劉備小兒首尾不能相顧，陣腳已亂。恭喜主公，賀喜主公，此乃天賜良機。看來是上天都要讓主公輕取廣陵，全據徐州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天命在我，天命在我，袁公路，纪灵何在？末将在，傳我軍令，全軍出擊，務必將劉備小兒生擒活捉。誰敢放跑了他，提頭來見。遵命，全軍突擊！主公，且慢。此地名為葫蘆谷，兩側崖壁陡峭，乃是兵家絕地。若敵軍在此設伏，我軍必死無葬身之地呀！設伏？笑話！劉備此刻正被呂布殺得屁滾尿流，哪來的膽子敢來埋伏我10萬大軍？全軍加速前進！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伏兵？快护驾！快兵！快！坐马车的就是袁术，握住袁术，別讓他跑了！擋住！快給我擋住他們！主公，馬車目標太大，快登此驢車逃命吧！楊鴻，我乃堂堂4世3公，豈能做這等賤物？主公先走，末將斷後，殺！呂布小兒3姓家奴，竟敢夥同劉備詐降設伏！我袁術發誓，必將你碎屍萬段！主公，屬下接應來遲。嚴相，速調集後方兵馬，我要活剮了呂布！主公，您被騙了。暗探拼死傳回消息，呂布並未反叛得手，他早就在下游被張飛生擒，這全都是劉備的圈套。劉備，知塞犯呂之輩，你竟敢如此將我玩弄於股掌之中，害得我折了紀靈，我與你勢不兩立！痛快！軍師此計神鬼莫測，葫蘆谷一戰，燒的那袁術10萬大軍丟兵卸甲。先生運籌帷幄，不僅解了廣陵之危，更重創袁術。我有先生，真是如魚得水也。袁術此番元氣大傷，10萬精銳折損大半，連大將紀令都葬身火海。短期之內，他再也無力圖謀我徐州半寸土地了。好一個劉備，好一個廖晨，竟在廣陵把袁公道打得10萬大軍全軍覆沒。廖晨射殺我兒曹昂之仇，無屁股銘心。總有一日，我要踏平徐州，將你碎屍萬段，以繼我兒在天之靈。袁公道啊，袁公道，帶10萬大軍，竟被打得驢車逃命，真是把我汝南袁氏的臉都丟盡了。主公切莫輕敵，劉備羽翼漸豐，此人若在徐州站穩腳跟，日後必成主公心腹大患。言之有理。不過劉備目前氣候未成，眼下孤最大的敵人還是北邊的公孫瓚，先滅公孫，再圖南下。啟稟主公，琅琊郡臧霸遣使者在府外等候。哦，臧霸主動派人來見，快有請。主公，臧霸此番遣人名為拜見，實為試探。軍師何出此言？主公請看，如今徐州5郡，彭城、下邳、廣陵、東海，皆已在主公牢牢掌控之上，唯獨北面的琅琊郡被泰山賊臧霸等人割據盤踞，對徐州不過是名義上的歸附。先生，未知奈何？主公勿憂，我有一計，收服泰山賊易如反掌。
泰山賊在陶謙刺史時期便已是聽調不聽戰，且依仗泰山天險，盤安在徐州與兗州之間左右逢源，收服他們怎麼可能容易？主公，您如今已不再是當初仅有下盤一郡，主公已是徹底掌控徐州的州牧了。如今的主公，擒吕布，退袁术，威震天下，区区小小的泰山賊算得了什么？军师高明，登已然知晓先生所说收服泰山賊之计了。既然如此，请袁龙先生示演。主公可下令将吕布公開斩首，令臧霸使者觀看。如此，泰山賊必然驚懼顫慄，歸順主。好，傳令，明日將呂布於鬧市公開處刑，揚我徐州威名，震懾徐州內外心懷不軌之徒。玄德公，玄德公饒命啊！求公念在往日情分，饒我一命。呂奉先，你這忘恩負義之徒，我好心收留你，你竟暗中勾結曹彭，相圖讓徐州再起戰火。斬！哇！刘备手段竟如此雷霆避祸，必須立刻稟報首領，今早歸順，否則我等都將死無葬身之地。罪將臧霸拜見刘使君，霸昔日不自量力，竟妄图與使君相抗，如今迷途知返，今後願為使君馬首是瞻。宣高，快請起。宣高將軍乃是當世英雄豪傑，只可惜先州牧陶公在時，未能重用將軍，否則我徐州豈會有昔日戰火之禍？使君胸襟如海，霸定當誓死效命。歷史的軌跡終於改變了，收復被泰山賊佔據的琅琊郡。此時的主公終於從那個有名無實的徐州牧，變成了真正掌控全局的益州之主。報！主公，大事不好！細作來報，曹操在兗州大規模集結兵馬，糧草車檔連綿不絕，兵鋒直指，似要圖謀我徐州。曹操大軍竟要再犯我徐州，這可如何是好？前次兗州生變，曹操方退，而今我徐州方才安定，他竟再度來犯，應該如何是好啊？曹操此番興兵，必是為報殺子之仇，這定是一場不死不休的惡戰。曹阿芒，你終於又有動作了。軍師，曹賊大軍壓境，你有何破局之策？主公勿憂，曹操在兗州大肆集結，他的真正目的恐怕根本不是徐州，而是這裡豫州。曹操殺子之仇不報，竟去圖謀豫州。兗州之亂天平，曹操根基未穩，若強攻我徐州，必陷膠著泥潭。曹孟德豈會做這等蠢事？他造勢威壓徐州，實則欲讓我等忌憚，借機吞豫州以壯自身。原來如此，主公，豫州之地不可平白讓給曹賊，這樣，請主公立刻發兵，從沛國開始，經略豫州。對啊，昔日先州牧陶公曾上表奏請主公為豫州刺史。既然如此，主公發兵豫州，乃是名正言順。不僅如此，主公攻下沛國後，還需辦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。軍師快講，何事？沛國豐縣乃是高祖皇帝斬白蛇起義之故鄉，主公當於此地祭祖，昭告天下光復嚴漢之治。若果真如此，天下心向漢室的人人義士，必如百川歸海，盡投主公麾下。祭祀高祖家鄉，我劉備終於等到了這一天。想我劉備，昔日不過是涿郡一落魄子弟，今日竟能重返高祖龍興之地，祭拜先祖。傳我軍令，
點齊兵馬，劍指沛州。吾誓要光復嚴漢，還天下一個太平。誓死追隨主公，匡復嚴漢。此乃高祖產蛇起義的龍興之地，若強行攻城，戰火必致生靈塗炭，我劉備於心何忍？如今主公聲名已達四海，只需遣一使者，攜主公親筆書信入城，聲明大義，定能不戰而屈人之兵。軍師此言正合我意，速取筆墨。下官久聞劉使君仁義無雙，豐縣居民對使君真乃望眼欲穿，今願舉城歸降，迎使君入城。好，快快請起。傳令全軍入城，務必秋毫無犯，違令者斬。高祖在上，不孝子孫劉備，今日重返豐縣故土。如今漢室傾隋，奸臣篡逆，備在此泣血立誓，定要征討逆賊，匡扶漢室。大風起兮雲飛揚，飛下海內兮歸故鄉。安得猛士氣，守四方。报！主公，汉得陶將曹仁率領大軍已突入豫州，看行軍方向，直指谯縣。谯縣，那可是曹操的故鄉。主公，曹操是想以自己老家谯縣為戰略支點，借助當地宗族底蘊，徹底交吞整個豫州。軍師，此局何解？請主公立刻下令，派一支百戰精銳，搶在曹仁之前奪下谯縣。將軍，我軍已兵臨城下，為何遲遲不發下攻城令？兵貴神速啊！攻城簡直是笑話。這谯縣乃是我們曹氏一族的龍興故鄉，城中皆是沾親帶故的鄉黨，不必動一刀直劍，那縣令就會乖乖大開城門迎我等入城。哈哈哈哈！谯縣上下恭迎曹將軍回鄉。哈哈哈哈哈！算你識相，全軍聽令，隨我入城。將軍，後方忽然殺出伏兵！快關城門，拉起吊橋！燕人張翼德在此，誰敢關門？弟兄們，隨我殺入城中！撤！快撤！主公，末將無能，谯縣沒能拿下來啊！什麼？谯縣竟是我曹氏故老鄉親，你親率大軍怎麼可能拿不下谯縣？是劉備的兵馬突然從後方殺出，派人硬生生奪走了谯縣城門。劉備，大耳賊！你竟敢搶我的老家谯縣！主公，
如今豫州全境基本已被我軍與曹軍瓜分，兩家接壤，摩擦不斷，接下來恐怕馬上就要迎來正式的交鋒了。若仅有曹孟和一人，蹦倒是无懼。可曹操向來與袁绍交好，若袁绍出兵秀助，我軍勢孤，怕是難以抵擋。是啊，袁本初如今可是天下第一諸侯，勢力橫跨青、幽、并冀4州之地，帶甲100萬，底蘊深不可測。聽聞就連那不可一世的公孫瓒，如今都在袁紹手中連吃敗仗，眼看即將敗亡了。主公，大可不必如此擔憂。軍師有何高見？袁曹交好已是過去，如今曹操勢力愈發強大，在袁紹眼中，曹操已經是心腹大患。一旦袁紹徹底擊潰公孫瓒，下一個目標必定是曹操，他又怎敢主動和我等為敵？報！長安天大吉訊！漢天子劉協不日即將東歸洛陽，現已發下明詔，傳令天下諸侯火速進京護駕。天子東歸來了，曹孟德挾天子以令諸侯，而這便是袁曹兩家真正反目成仇的開始。天子蒙塵，正是我輩漢室宗親盡忠赴死之時。點兵，立刻點兵前往洛陽護駕。主公不可，萬萬不可！軍師要阻我救駕。徐州距離洛陽千里之遙，中間橫置着曹操的兗州，他豈會放任我軍越境接觸天子？備乃中山晉王之後，天子氣血發照，縱然前方是刀山火海，縱然曹賊重兵阻攔，奉亦要拼死一試。既然如此，臣不再勸阻。報主公，我軍被兗州兵馬死死擋住，曹操已搶先一步迎奉天子，將天子車駕遷往許縣，改名許都。曹操自封為大漢司空，行使丞相之權，又封袁紹為大將軍。如今朝堂上下皆由曹操一人說了算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這天下大義竟全落入曹賊一人之手了。終究是晚了一步。元龍主公，何必如此沮喪？曹賊如今看似威風八面，實則已是心力交瘁，如坐火山口。曹操獨攬大權，袁本初豈能嚥下這口氣？這大將軍之位根本安撫不了他。袁紹如今對曹操已是極其不滿。再者，那被曹操強行控制的天子與滿朝文武，難道會心甘情願做他曹孟德手中的提線木偶？相比於關注曹操這個爛攤子，我軍眼下有一件更重要、更迫切的大事。軍師快講，何事？汝南袁術。如今我軍當務之急，絕非去碰曹操的鋒芒，而是徹底擊敗袁術。軍師，袁術雖在葫蘆谷大敗，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，他仍坐擁大片高域之地，兵多糧廣，強行攻打，只怕子中多慮了。正因他地盤廣闊，實力強大，我軍若能將其一舉擊潰，所獲之豐厚，方能撐起主公的爭霸之業。軍師把話說得如此滿，莫非心中已有破敵謀劃？袁術不過冢中枯骨，早晚必為我軍所擒。軍師為何如此自信？主公請看，這是暗探剛送回的情報。淮南地界突發異象，有龍出於水中，還有瑞鳥降世，袁術之下竟頻生這等祥瑞。龍可是帝王之政，主公以為這等荒唐祥瑞是誰捏造的？袁術炮製這些虛假祥瑞，只為做一件事鋪墊，他接下來要稱帝。這假，不可能，這怎麼可能？他若敢做這等僭越之事，定會眾叛親離，被天下群起而攻之。除非袁術瘋了，
否则借他10个膽子也不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諸位太高看他了，袁術此人是個志大才疏的草包，他只會比你們想象的更加愚蠢。主公，只要袁術一稱帝，我軍便可趁機名正言順將其擊毀，順勢奪下淮南全境。奪下淮南，隨後便可圖謀荊益二州，如此坐斷南方，為主公徹底奠定霸業之基。恭喜義父！孩兒特獻上傳國玉璽，義父手握神器，這便可以稱帝了。傳國玉璽，哈哈哈！天命在我，天命在我啊！代漢者當圖高，我袁術今日起便要做這眾世天子。吾皇萬歲，孩兒先行告退。我不惜喊你這亂臣賊子一聲義父，更是交出父親拿命換來的玉璽，終於換來脫離你獨自發展的機會。江東必然會成為我們孫家的天下。漢室失德，氣數已盡，朕今日承接天命，建立大眾，是為眾世天子。我大眾朝定將千秋萬代。蠢貨，簡直是個無可救藥的蠢貨！竟敢在這時候稱帝，我袁氏定將深受其害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種種枯骨也敢妄稱天子，真是自尋死路！傳令，立刻上表天子，發詔召集天下窮雄，共討逆賊袁術。袁賊篡逆，人神共憤，全軍聽令，隨我出征淮南，討伐不臣。父親，孩兒不明白，那袁術老賊稱帝，焦急的應當是朝廷才對。縱使朝廷存在一日，漢室便危為盡失，再也無顏與父親相抗，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？愚蠢！你以為為父費盡心機供養着朝廷的兵馬錢糧，是為了看他們笑話的嗎？為父挾天子以令諸侯。若天下人皆不將漢室放在眼裡，為父手中這塊金字招牌就要大打折扣。到那時，咱們供養朝廷的心血，豈不是全都白費了？孩兒愚鈍，竟未看透父親這等深謀遠慮。公子，不僅如此，討伐袁術實則是天賜良機。若主公能搶先攻下袁術，奪其淮南豐饒之地，我軍實力必將暴漲。屆時，主公不僅能輕易碾壓劉備，更是有了足以抗如今天下最強的袁紹的資本。不錯，傳令下去，大軍即刻開拔，絕不能讓這塊肥土。800里駕急！說，啟稟司空，早在您傳令天下討伐袁術之前，劉備便已親率大軍進攻淮南。劉備大軍一路勢如破竹，各路郡縣傳檄而定，紛紛倒戈投降。如今徐州大軍已經直逼受蟲了。什麼？不可能！我們剛剛得到消息，想要集結兵馬糧草出征，恐怕至少還需要月餘準備時間。劉備怎麼可能反應如此之快？混賬！我乃大眾皇帝，受命於天。劉備一個知悉販運的小兒，竟敢發兵攻我！你們誰敢去應戰劉備？將那大耳賊給我生擒活捉回來！先前10萬大軍都全軍覆沒，連季烈將軍都戰死了。如今劉備兵強馬後，誰去不是送死？劉勳，朕命你即刻率軍出擊，務必擊退劉備。若有閃失，提頭來見。臣遵旨。軍師，此乃下蔡，是到達受壓前的最後一道堅城，強攻恐傷亡慘重，該如何破局？主公勿憂，可命弓弩手將勸降書射入城中，縱然守將死硬不降，也定能動搖其軍心。可。
徐州的大軍連戰連捷，這下蔡城咱們怎麼可能守得住？劉備大軍壓境，根本抵擋不住。若不是家小全在壽州，我早就開城投降了。綁緊點，別讓他掙脫了。你們反了，想幹什麼？將軍對不住了，我們可不想跟着袁術那個漢賊一起陪葬。主公乃王道之師，順應天命，所到之處望風披靡，本就是理所當然。好，傳我將令，即刻接管城池，秋毫無犯。敢有擾民者，斬！皇叔明鉴，我對那逆賊袁術深惡痛絕，早想向您投降，只可惜我家小全在壽中。若貿然歸降，恐那暴賊掘我滿門啊！既然將軍有此心，可願承擔一項重任？先生此言何意？此舉非但能救下将軍在壽還的家小，還能讓將軍戴罪立功，博個封妻韻子。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請先生直言。快開城門！我乃劉勳，下差遭賊軍偷襲，我拼死突圍，要見陛下。將軍稍後，此事重大，小人不敢擅作主張，這就去向陛下請示。下蔡城之變尚未來得及傳到壽淳，我若能借機騙開城門，助劉使君奪下這壽本城，非但能保全家老小，還能立下這天大的功勞。啟稟陛下，劉慎將軍率殘兵敗將逃回，稱下派城失守了。廢物，全都是一群酒囊飯袋！傳朕旨意，立刻讓他滾進來見朕謝罪，朕要活劈了他！進城！賊兵太多了，頂不住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俺大哥來了！袁術這廝不知天高地厚，落得這般下場也是咎由自取。恭喜主公拿下汝南，如今擁有如此基業，進可攻，退可防，已足以坐觀天下成敗了。先生此言差矣，備的目標是安定整個天下，即便擁有如今的基業，也絕不會耽於安逸。主公如此，實乃天下之福。朕不降，朕還有這皇宮，都給朕死守！陛下，外面重兵包圍，庫房無糧，我們拿什麼手吃什麼？閉嘴！朕是天命之子，快給朕端蜜水來，朕要喝蜜水！陛下，哪裡還有蜜水？現在只有瀉水啊！啟稟陛下，劉備傳來訊息。他說什麼？劉備說，讓您自己體面，自刎歸天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劉備還是個忠厚人啊！朕乃大忠皇帝。壽韓城堅牆高，劉備小兒想破城，絕非旦夕之功。主公所言極是，劉備大軍攻城日久，定然疲憊不堪。我軍找準時機，雷霆一擊，定能讓他損失慘重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讨伐袁术，可不是谁动作快，谁就能笑到最后的。全軍聽令，拔營，出發！報，主公，壽推急報。何事如此驚慌？劉備大軍已攻破壽春，袁術於宮中自刎身亡。不可能，這絕對不可能！這才不過月餘時間，袁術那可是有10萬大軍啊！就是10萬個饅頭，劉備去啃也要吃上個半個月。主公，如今看來，劉備羽翼已豐，已經徹底成為我們最大的敵人了。他比袁紹還要可怕。廢物！袁術這頭蠢豬，把43公的臉面都丟盡了。主公息怒。袁中道死有餘辜，可那劉備算個什麼東西，竟能這麼快吞下淮南？主公，袁術覆滅事小，劉備做大才是心腹大患。現在的劉備比幽州的公孫仲還要棘手100倍。主公，末將願領精兵10萬討伐劉備，將那大耳賊的人頭提來見您。不妥，公孫瓒那匹夫如今龜縮在義征，尚未徹底剿滅，讓孤如芒刺在背。若孤此時親率大軍討伐劉備，定會給公孫瓒機會。主公，既然如此，何不借刀殺人？借刀殺人，不錯。曹阿孟絕不會坐視劉備做大。傳令下去，即刻從府庫中撥發兵馬糧草送往兗州，讓曹操和劉備拼個你死我活。父親，劉備剛剛戰勝袁術，如今兵鋒正盛，銳氣未減。此時出征，豈不是有違兵法，避其鋒芒之道？兵法教出來的都是呆子。公子，劉備剛拿下淮南，根基未穩，若不趁此時出擊，等他徹底消化了所得領地，實力暴漲，那時再想擊敗他，可就難如登天了。文若，袁本之那邊有什麼動靜？禀明公，袁紹那邊未動一兵一卒，只派人送來了10萬擔糧草，以資我軍軍用。庶子不足與謀！劉備這大耳賊如今已成氣候，袁紹直到現在還不肯出兵對付他，竟任其做大。將來他若是成了劉備的階下囚，也是活該。依我看，在袁本期眼裡，明公與劉備皆是他的死敵。他送糧草，無非是想看着我們兩府相爭，好同時削弱兩方的實力罷了。庶子，傳孤將令，大軍即刻拔營，孤要親自踏平徐州。主公請看，這是我命人改良打造的曲原梨，相比以往的直原梨，它操作更為靈活，不僅能讓農夫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，還能極大的減輕對耕牛的消耗。妙啊！先生真乃神人也！有此神器，我徐州百姓何愁糧倉不豐？既然來到這個時代，我不僅要輔佐主公安定天下，更要多做些利國利民的實事。報，啟稟主公，曹操親率大軍正向徐州進犯。主公，昔日曹操借報復仇之名，屠戮我徐州數10萬百姓，四蜀為之不留。此等血海深仇，今日定要讓他血債血償。陳大人所言極是，如今他竟敢再犯我徐州疆土，定要叫他有來無回。曹操妄圖趁我軍剛下淮南來襲，卻不知我軍早已脫胎換骨。這一次，必須讓他付出慘痛代價，折戟沉沙。大哥，俺老張的丈八蛇矛早就飢渴難耐了，給俺3萬精兵，俺去把那曹阿卯的腦袋擰下來當夜虎。三弟休得魯莽，大哥，關某願為先鋒，定斬敵將首級，破其大軍。遙想當年，徐州上下聽聞曹操大軍來犯，無不惶恐驚懼，如臨大敵。如今卻聞戰則喜，士氣如虹。
當今天下主公的實力已是僅次於袁紹的第2大諸侯了。眾將聽令，犯我徐州疆土者，備必擊而破之。全軍即刻開赴彭城，迎擊曹軍。刘備小兒，吾奉天子明詔討逆，你竟敢不遵王化，違抗朝廷大軍，自號漢室宗親，真乃亂臣賊子！軍師所言不詐，曹賊果真拿天子名義來壓我。主公，兩軍對陣，攻心為上。主公可用此擴音神器揭其短處，定能亂其軍心。曹阿瞞，你託名漢相，實為漢賊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更是墜煙一跪，本無令得。而昔日屠戮我徐州，所過之處，雞犬不留，泗水為之不流。此行惡貫滿盈，人神共誅。殺！杀！杀！今日我刘備順應天意，以有道之師伐你無道之眾，你曹阿康必敗亡於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匹夫之勇，口舌之快，全軍原地安營紮寨。啊！痛殺我也！劉備大耳賊，欺殺我也！丞相，丞相你怎麼了？快傳軍醫！丞相暈倒了！好了，慌什麼？丞相，您沒事？哼，本相不過是順水推舟，將計就計罷了。劉備大耳賊自以為幾句惡毒之詞就能亂我軍心，他見我軍陣腳大亂，今夜必定趁機前來劫營。傳令下去，今夜在營中設下10面埋伏，只要劉備趕來，定叫他片甲不留。丞相神機妙算，末將這就去安排。諾。丞相，您的身體當真無礙？痛殺我也！劉備小兒竟敢辱我至此，欺殺我也！我的頭風真發作了。痛快，真是痛快！軍師那法子絕了，直接把曹賊氣得半死，真是報應不爽。曹賊屠城，血債累累，今日受此其辱，實乃天道輪迴。報！主公，查明了，曹操回營後氣得急火攻心，當場暈倒。如今曹營內軍心大亂，將士惶惶不安。此言當真，天賜良機呀！大哥，這還等什麼？趁他病要他命！俺老張願領5000精騎，今夜就去踏平曹營，生擒曹阿謀。某願同往。願隨將軍同往，踏平曹營。不可。軍師，曹賊如今病倒，軍心大亂，正是破敵良機，為何出言阻止？是啊，軍師，這可是老天爺給咱們送的機會，再不出兵，黃花菜都涼了。敢問諸位，既然大家都覺得今晚是劫營的絕佳時機，那曹操會想不到嗎？他帳下謀士如雲，又豈會想不到？軍師的意思是，曹營今夜必有準備。曹操生性狡詐，這分明是他故意邁出的破綻，引我們上鈎。若今夜前去劫營，必會陷入10面埋伏。哎，難道咱們就乾瞪眼，什麼都不做嗎？別去死俺老張了！曹操既然想引我們上鈎，那我們就給他來個將計就計。將計就計，軍師快講，我們該怎麼做？既然曹操裝暈，那咱們索性順水推舟，立刻派人四處散布消息，
就說曹操頭風發作，已命不久矣。只要這消息一出，曹軍必定軍心大亂。哈哈哈哈！軍師這招絕了！不僅如此，這消息絕不能只局限於曹營。主公，立刻派出所有細作，连夜將曹操的死讯加急傳向兗州，傳向西安。妙，此計甚妙啊！曹賊平日里挟天子以令諸侯，许昌朝廷对曹操早已是心懷不滿，恨之入骨。如今曹操帶着10萬大軍在外，一旦得此死訊，朝廷百官定然會趁機反抗曹操。到那時，曹賊後方必定大亂，生出天大變故。好，就依軍師之計，連夜將曹操將死之事傳遍中原。我要讓他後院起火，不戰自潰。更何況，曹操嫡長子曹昂早亡，如今他膝下曹丕、曹植、曹莊3人，個個都對公子之位虎視眈眈。一旦這訊息傳回，這3兄弟為了奪位，必然會兄弟血償。到時候，兗州的局勢只會比許昌更亂。軍師此計，真乃兵不血刃之絕殺。計是好計，可俺老張這丈八蛇矛卻是沒了用武之地，手癢啊！翼德將軍既然手癢，那今夜我們便去劫營。只是這劫營是假劫，將軍只率軍在曹營外擂鼓吶喊，絕不強攻。如今曹軍中正流言四起，若我們大張旗鼓襲營，曹操卻龜縮不出，曹軍將士定會深信他已命不久矣。軍師，若曹賊為了穩住局勢，親自出面安撫軍心呢？這流言之計豈不是破了？雲長多慮了，他若是真敢現身陣前，那我們就說他是在強撐病軀。曹軍只會覺得他這是虛張聲勢，實則已病入膏肓，回光返照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曹賊自以為英明，這次是伸頭一刀，縮頭也是一刀，徹底陷入兩難了。大網已張，十面埋伏已設。劉備小兒，孤倒要看看你今夜怎麼死。主公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仲德，何事如此慌張？主公，如今軍中都在傳，主公回營之後頭發作暈倒，已然命不久矣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啊！連我軍將士都信以為真，那劉備小兒必然深信不疑。孤這頭風發作的正是時候，劉備今夜必來劫營，孤要讓他有來無回。主公神機妙算，劉備果然來劫營了。傳令下去，所有人按兵不動，等劉備大軍衝入營寨，立刻伏兵四起，給孤盡數絞殺。主公，這徐州軍怎麼光喊不衝，遲遲不見人影啊？哼，大耳賊向來生性多疑，他這是懷疑孤在詐病，故意派兵試探。今日是假劫，下次必是真劫。傳令下去，孤繼續稱病不出，看他劉備能忍到幾時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大哥，軍師，俺昨夜在曹營外喊破了嗓子，曹營裡連個屁都沒放。現在曹軍上下毫無戰事，全以為曹賊真的快見閻王了。他想裝病引咱們上鈎，殊不知再這麼裝下去，全軍將士就真當他要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曹賊自作聰明，反受其亂。主公，屬下有一計，可讓曹操這病徹底坐實。軍師快講。明日主公可親自到陣前，點名要與曹操問話。曹操為了誘我們劫營，必然稱病不出。屆時，主公便當着兩軍將士的面，派人贈藥給他。曹操為了做戲做全套，定然會收下主公的藥。只要他一收藥，這命不久矣的謠言就在曹軍心中徹底坐實了。軍師此計殺人誅心，明日我便贈藥給他。主公，
刘備小兒當眾送來這等晦氣寶物，您為何當着兩軍的面收下？這不是長他人志氣嗎？仲德啊，你這就不懂了。孤順水推舟收下這藥，劉備定然更加確信孤命不久矣。今夜他必率大軍來劫營。可是主公，眼下咱們大營裡已經軍心大亂了，將士們私下都在瘋傳，說主公您已病入膏肓，神仙難救了。無妨，區劉言能耐孤河，明日一早，孤親自披掛上陣，現身巡營，這謠言自會不攻自破。主公啊，不可！軍中現在還在傳着另一套說法。還在傳什麼？軍中都在傳，說主公為了強行安定軍心，不日必會強撐兵區，死撐着出來露面呢。啊，那豈不是孤不管出不出來，将士們都認定孤快要死了？报！启禀丞相，冀州袁绍听聞您命不久矣，特遣使者帶着吊唁的厚禮前來大營探望主公。什麼？連遠在冀州的袁本交都知道了？這流言究竟傳得有多廣？主公，難道說劉備從頭到尾都沒想過劫營？壞了，孤中了那大耳賊的計了，他根本不想劫營，他只想讓全軍將士，讓全天下都認為我曹孟德命不久矣。丞相，我家主公聽聞您沉歌難起，特命末將率3萬精銳來替您協理兗州防衛，順便請天子移駕冀州，以免受驚。袁本初，孤還沒死呢，你就敢來趁火打劫奪天子，老本初費心了。孤身體無恙，歇息2日便可，天子更無需移駕。還在死撐，主公說的對，曹阿含病入膏肓了。若是我逼得太急，他一口氣沒上來當場暴死，我回去也討不得好。丞相說無恙，那便是無恙吧。丞相切勿動氣，保重殘軀要緊。末將這便告退。庶子欺我太甚！看见没？连袁绍都派人來準備給丞相辦後事了。曹公，怕是沒多久好活了，咱們早做打算吧。曹孟德欲詐病引我劫營，如今竟讓天下人都認為他死之將至，真是自討苦吃。主公，他這叫玩火自焚，反受其害。報主公，荊州劉表刺史特遣使者前來，送來金銀糧草無數，以結兩家之好。劉景勝一向據守荊州，不問中原戰事，怎會突然送來如此重禮？主公，曹操將死之言已傳遍天下，荊州世家與劉表定是認為主公大事已成，實力挺橫，故而爭相巴結。劉景醒乃備同宗，兄弟去長本就非備所願。主公，未來主公收復荊州，或許便無需再動刀耕，此之謂不戰而屈人之兵。我主劉景升對玄德公仰慕已久，恨不能早日相見。今知玄德公大戰在即，正命在下送來糧草10萬擔，禁卒1萬人，強弩2000張，助攻破賊。景升兄高義，備敏感寤內，請先生代備重重謝過景升兄。報，益州牧劉璋大人特送來10萬擔糧草，5000精兵，以壯皇叔聲威。大哥，咱這下可是兵強馬壯，富得流油了。主公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曹操多行不義，人心盡失，而主公仁義布於天下，四海歸心，此乃天命所歸。曹賊氣數已盡，敵軍鬥志全無。傳我將令，全軍保持，明日一早，全軍出擊，勢破曹營。一戰而克，勢破
破曹賊！汉室兴亡，在此一戰，出擊！东征老賊，竟敢趁我大军在外，想图領兵奪下許都，他好大的膽子！主公，東征不過一介外戚，若無天子暗中授日，借他10個膽子也不敢謀反，此必天子之意。劉襲那個儒兒，若無我曹孟德，他還在洛陽的廢墟裡餐風飲露，竟敢如此忘恩負義！主公，非但許都，就連兗州那些世家也再次蠢蠢欲動。我等大軍在外久戰無果，外加軍中盛傳您大病難癒，如今軍心不穩，人心思變啊！大耳賊，定是這群鼠輩散布的謠言。傳我軍令，明日趁夜結營，我定要殺敗劉備，將其碎屍萬段。報，劉備盡起大軍，已兵臨營前殺過來了。什麼？竟敢主動出擊！曹操大病将死，尔等為何還要負隅頑抗？投降不殺，莫要為國賊殉葬！大耳賊，竟敢如此欺我！主公，大勢已去，我軍全線碰敗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快撤吧！我曹孟德縱橫半生，竟敗於大耳賊之手。顏良呢？他帶的3萬精銳去了何處？為何不見來援？稟丞相，顏良將軍見戰局不妙，非但沒有拔刀相助，反而帶着兵馬直接往許都方向去了。混賬！這匹夫定是看我軍敗退，想趁火打劫，擄走天子。傳令全軍即刻改道，火速回援許都，絕不能讓他得逞。文若，你不在許都鎮守，為何在此？主公，許都生變，顏良大軍趁虛而入，已將天子強行解往冀州了。原本州顏良，我誓殺爾等，全軍聽令，隨我追擊，定要奪回天子。主公不可，追不上了。且兗州世家聽聞您大敗，再度勾結反叛，如今整個兗州已是烽煙四起，咱們連立足之地都快沒了，顧不上天子了。主公，天子已失，挾天子之計徹底敗矣。若連老巢都丟了，我們變成了無根浮萍，速回兗州平叛才是生路啊！劉備、袁紹，我恨吶！轉道去兗州。怎麼回事？濮陽為何掛着劉備的好？曹丞相，關某在此恭候多時了。兗州各界有識之士已將全州托付於我大哥劉備。曹公若要尋求寄身之所，還請前往他處吧。大耳賊，安敢奪我兗州啊！给我攻城，全軍衝鋒，奪回濮陽！我曹孟德就是死，也要死在自己的地盤上！主公不可！濮陽城高池深，關羽義父當關，我軍興敗，如何攻得下？斥候來報，
刘備的主力大軍距此不足30里，再不走，我們就要全軍覆沒了。走！天下之大，我曹孟德連根基都沒了，還能退到哪裡去？冀州，主公，去冀州投靠袁紹。放眼天下，如今唯有袁紹的雄兵能與劉備抗衡，留得青山在，方能捲土重來啊！想我曹阿瞞飄零半生，竟再度淪落到要去養袁本旗的鼻息。傳令，轉道向北，去冀州。荊州劉表願奉玄德公為主，益州劉璋願為玄德公馬首是瞻。江東孫氏願結秦晉之好，歲歲來朝。漢中張魯願赴玄德公繼位。玄德公威震海內，今日這萬方來賀之景，恰如昔日光武帝劉秀忠心漢室之舊事啊！天命在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諸位快快請起，備能有今日，全賴眾將士用命，更賴軍師運籌帷幄。主公，曹操雖敗亡冀州，但天下未定。如今北方袁紹擁兵100萬，勢頭正盛，待我們徹底打敗袁紹，這天下便可真正平定了。軍師所言極是，傳我軍令，即日起各州郡種農桑修水利，全面改良吏治，大力擴充軍備，發展民生。待我軍糧豐甲足之日，便是北上與袁紹決一死戰之時。興復漢室，就在今朝。決一死戰，興復漢